花开如血时，名为赤焰；花开结白时，名为寒雪。这提炼出赤花珠与其解药的并蒂莲，还真是特别啊。我爹说，这些花是稀世珍宝，有了它，才有了龙吟城呢。等到这些花的解药全部炼出来之后，赶紧给你娘送过去。只不过，这解药的方法只有我爹知道，而且都是由阿姐亲自护送的。我们得想一个两全的方法，不让我爹和阿姐知道才行。荣华，多谢你帮我隐瞒了身份，也帮林虚阁化去了不少的麻烦。你我之间就不必言谢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紧让林虚阁和龙吟城联手对付莫幻才行。你对林虚阁就没有半分的猜疑啊？其实说来也奇怪，这林虚阁和龙吟城到底有什么恩怨？难道他们上一辈是有什么误会吗？还是我爹得罪过阁主夫人呢？你想多了。我也是想赶紧解决一下横在我们俩之间的心事嘛。而且我问了师傅，他什么也没说。你问你师傅了？嗯，他的表情还是有些古怪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相信啊，只要我们俩一起努力，一定能摆平江湖恩怨而重归平静。荣敬风狼子野心，早就暗中觊觎着你父亲家中祖传的至宝赤花珠，所以他便趁机杀人夺珠。为何要一直跟着我？属下担心堂主的安危，苦寻几日，终于发现此处。堂主为何不跟空字堂的弟子联系？莫幻已被我重伤，你即刻回龙吟城去，将这个消息传入武林。我要让江湖中所有人都知道，是龙吟城空字堂的荣素重伤了不可一世的明尊莫幻。是。只是堂主的伤，还是尽快回城医治比较好。不急，我打算先留在此地。陆一舟身上有太多的谜团，接近他，或许便可查出临近的底细。此事我自有分寸，待痊愈后便会回去。记住，切不可将我受伤之事告知城主。堂主不想回城，当真只是为了单纯的养伤，跟调查陆一舟的底细吗？放肆！好，荣素做得好。现在素儿他人在哪儿？堂主还有一些小事需要处理，所以要耽搁一些时日。不过城主放心，堂主已经在回城的路上。好。荣素这一次，为咱们龙云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，可以说是居功至伟啊！城主英明，堂主一直为龙云城舍生忘死，鞠躬尽瘁。鞠躬尽瘁，这句说得好。你们的堂主荣素，好样的！荣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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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素。荣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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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素。也不知道是什么大人物来了我们小雪盟，竟然劳动盟主您亲自照料，还不让我知道他是谁。有些事情不知道，才可以活得长命。盟主放心，琉璃没兴趣知道。
明尊，容素这次倒是让我更明白一件事：想要练成玄冰符，那3生3死的赤华珠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此说来，林若寒现在对明尊还有用。你即刻去促成与容素的交易，让他用赤华珠的解药来交换灵虚阁所有的秘密。是。在座诸位，都是龙吟城主事之人。今日我召集大家来，是有要事想和你们商量。玄烨，现在容素到底在哪里？他有什么打算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启禀城主，此次莫患重伤，堂主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绝佳良机，故亲自带人去追寻莫患的下落。若有机会，便将其一网打尽。哼，好，这容素所计划的，正是我担心的事情。再有任何消息，你要速速的报上来。是。玄烨，去做吧。也不知道陆一舟是否与林静联系过，他会不会已经知道了堂主的情况？今年咱们龙吟城一直风波不断，2株赤华珠被毁，我们龙吟城在江湖中的地位也差点不保。好在素儿揪出了幕后真凶，并将其重创。可是这莫患乃是诡计多端之人，就算他身负重伤，也难保他不留着什么后招。这万一他要是卷土重来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眼下咱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解药今年制成。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，虽然看起来表面上没有什么障碍了，可仍然是千钧一发之际，容不得我们出任何差错。城主放心，解药的工序外人不得而知，只要稍加以防范，定会万无一失。这万事，只要是一直一成不变，总会露出破绽来，到时候就会给敌人可乘之机。往年，我们赤华珠的解药，都是由空字堂的弟子一一送到各门各派的手中。今年，我决定改变一种方式，不给敌人可乘之机。我决定把所有的解药都留在城中，由空字堂来看守。我们派弟子把所有拥有赤华珠的人都一一接到城中，我会择一吉日向其一一发放。玄烨，在。现在素儿不在，此事就交由你着手办理。是。城主，花期已至，今年是否和往年一样，闭园以待时机？这花盛之期，就在明后2日。今年我决定，由我亲自来看守花海，研制解药。每到深秋的时候，便是韩雪莲采摘之期。
韩雪莲会被送到病祠堂，今夜则由爹爹亲自负责研制成解药，每年都是这样的。我听我爹说，这些根茎是不会坏的，只有红白两花周期而已。哦，花开两回，花色截然不同，有点意思啊。今晚花开正盛，爹会把它制成解药，但制作的过程只有我爹一人知道，别人都不会在场。赤花珠最初为我爹一族所有，为何荣庆峰知晓其解药的研制方法，而纳兰一家却不知道？你在想什么呢？难道除了城主之外，莫幻也可以解赤花珠啊？莫幻复出后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来龙吟城毁了赤花珠。这么说来，说不定我爹制作解药的方法也是莫幻教的。很有可能啊，难怪你爹那么紧张呢。他生怕在制作解药的过程中出任何的变故。但这解药如果被莫幻盗走，那龙吟城可就麻烦了。不管是我爹也好，莫幻也罢，我们都无法下手。要怎么样才能拿到解药啊？现在这花海有你爹在看守，我们都很难进入啊。现在无论是谁想拿到解药，都不容易。以前我只能在正午的时候才能看到花海，没想到在夜晚的时候看花开，也是这么美。城主，爹，这韩雪莲是盛极必雕啊！初雪眼看就要来了，你们俩先回去吧，这里由我来接手管理。爹，这赤华珠的解药真的是韩雪莲制作的吗？这赤华珠乃是咱们龙吟城的至高机密，等到将来机会允许了，我自然会告知于你的。林静，花儿身子弱，现在夜风很凉，你先送她回城吧。好，知道了，城主。走吧。哥，你就别生气了。我费尽心思筹谋好一切，你倒好，联合起外人一起来骗我，还烧毁大片梅林。我问你，有你这么吃里扒外的吗？哥哥天资聪慧，本事过人，没几天被烧毁的梅林就被重新种起来了，梅林已经恢复如初，丝毫看不出来被破坏过的痕迹。你呀，你怎么这么不矜持啊？被人牵着鼻子还不自知。哦，还要将赤华珠拱手相让。我问你，人纳兰月领你这份情吗？我又不是为了让他感激我。你，好了，哥，当初你提出联姻之策，不也是为了让梅家寻一靠山？眼下夫人已经认了我做干女儿，结果不都一样？我们也不算白白送了赤华珠啊。好在凌虚阁现在说话算话，特地派了新人前来守护。不过这也不是长久之计。梅家与凌虚阁少了联姻这层关系，我们若没点自己的真本事，即便有靠山，也有倒的那一天。可是这也怪不得别人，都怪我们自己武功不济。小时候若是跟着爹爹好好学，现在也不至于寄人篱下。梅家自打爹接管以后便开始没落了。我们若想重振，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
我们之所以能跻身江南4大家族，靠的不是武学的高低，而是这奇门遁甲之术。唯有掩人耳目，才能伺机寻找突破口获胜。可是，一代代相传，我们所善用的招数逐渐被别人所识破，便失去了优势。怪不得当时苍气能轻易破了梅林阵法，一定是一早就做了研究。我怎么就没能破解哥哥的阵法？瞎嘀咕什么呢？哦，哎，我问你，纳兰月为何要提议你们以兄妹相称？他是不是威胁你什么了？没有，我是自愿的。若是我跟夫人强求，他定会逼迫纳兰月跟我成婚。可是强求的东西，总有一天会慢慢失去。我宁可他感激我，也不想他恨我。如果我们足够强大，又何苦处处低人一等？你放心，梅花易数我一定好好研究。总有一天，我要他纳兰月在你面前低头，让他后悔没有娶你为妻。哥，我没有受任何委屈。认他为兄便是委屈。你有我这个亲生哥哥，何须他来惺惺作态？荣堂主，您要的刀，老夫给取来了。短短数日，萧掌门能铸成此刀，实属不易。荣堂主言重了，老母娘家祖上便是铸造兵器的世家。陆少侠的刀，老夫见过，确实是把好刀，毁了可惜。既然是荣堂主一份心意，老夫当然会命他们日夜赶工，好赶在赴龙吟城之前把刀送来。那荣素便不客气收下了，多谢萧掌门。荣堂主，你这么说可是折煞老夫了。这么多年，若是没有龙吟城的关照，老夫早就撒手人寰了。这点小事不值一提。那你们二位先聊，老夫还要去安排一下去龙吟城之事。啊。容大姑娘无声无息的离去，又为何要让玄烨通知我来此处？这是何意？在灵教，你为了救我毁了自己的刀，我便让人打造了把一模一样的，算是赔偿你一段的那把，也算是偿还你的相救之情。这看上去倒是跟我的毫无差别，就不知道用起来如何了。陆公子若是用不顺手，弃了便是。荣素的心意已到，接不接受是你的事。反正日后你我互不相欠，各奔东西。荣素明日就要回去复命，顺道护送萧掌门一同回龙吟城，就此别过。等等，巧了，在下刚好与容大小姐顺路，大可同行。顺路？不错，在下要去寻林静，让她替我把伤治疗好。眼下唯有彻底治愈，才不会留下后遗症。在下可是个惜命之人，此番又是被灵教所伤，这可不容马虎。不知容大小姐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否顺道送我一程？时间紧迫，明日动身。是，在下定不会误了时辰。终究是查到了此事。
城主，你大发慈悲救人呐！城主，城主，你大发慈悲救救我爹！城主，你大发慈悲救救我爹吧！爹。 你不能丢下儿子不管，爹。荣清风。 荣清风，哥，你怎么了？哥有些事情，要临时外出几日。我不在的时候呢，你就在府里待着，哪儿都不要去。府内尚有灵虚阁的弟子护着，应该不会有事。 哥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哥自己能解决，数日便回，你不必担心。哥，梅家就剩哥哥跟雪曼2人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应该告诉我，你究竟要去哪儿？有些事情呢，终究是隐藏不住的，现在不解决，日后必生大患。 这如果真像小徒孙说的那样，使用赤华珠的时候必须要用内力打入经脉的话，那这解毒的方式肯定就不一般了。看来下一次荣庆峰给大家解毒的时候，我还要找个借口混进去才行。 如果我猜的没错，荣庆峰当初背叛莫幻，私取赤华珠，建立龙吟城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用赤华珠来掌控整个江湖。可现在，莫幻跟龙吟城为敌，他的目的不是赤华珠。 荣素重伤莫幻，让荣庆峰大悦。难道这莫幻的最终目的，也是为了用赤华珠掌控整个江湖吗？哎呀，太蹊跷了，太计较了。 你在干什么呢？我呢，是一直搞不明白啊。你说你爹和莫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先不管之前发生了什么，现在我们只有2个办法。第一呢，就是莫幻，想要从他那儿得到制作解药的办法，估计比登天还难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找我爹呢，估计还简单些。 我觉得啊，这些人都跟这个赤华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我们啊，必须要把这所有的事情都查清楚才可以。只要查清楚了这些事情，咱们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。来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上面记载着龙吟城过往的资料，我已经全部都看完了啊。
但有一件事确实挺蹊跷的。数年前啊，梅家曾经来龙吟城求取过赤华珠。按道理来讲，只要求取过赤华珠的人，都会被空字堂记录在册。但这上面偏偏没有任何梅家的记录。这不应该啊！只要求取过赤华珠，不管是否求得，都会详细记录在册。这说明他们并没有来过。哎，不对。当年啊，梅家二当家反叛，重伤了梅家掌门。事发的时候，我恰巧救了雪曼，梅英救了他爹。那梅家掌门被重伤的已经奄奄一息了。那这也不能说明他们就来过龙吟城啊。那就只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了。他们确实来求取过赤华珠，但有人故意隐瞒了这个消息。你为何如此笃定？雪曼跟我说过，当时啊，梅英带着他爹来龙吟城求取过药吗？我当时救你的时候，你不顾重伤也要去到龙吟城，可是为了赤华珠啊。当时梅家已经没落，我爹重伤将死。无论我哥哥怎样央求，龙吟城都没有将珍贵的赤华珠施舍于我们，而是选择了更有价值的唐门。所以，梅英之前去唐门，是为了报仇。很多事情，并非是你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。哥哥袭击唐门，也并不是因为荣敬风舍了梅家而选择了唐门，而是因为唐门本就有他该死的原因。我上次来龙吟城的时候啊，就看过这些资料了，上面压根就没有任何梅家的记录。所以我回到灵虚阁，我特意亲自去找雪曼问了这个事情。雪曼也非常肯定地跟我说，梅英当年确实带着他爹来龙吟城求取过赤华珠。所以我反过来看这个资料的时候，上面还是没有发现他的记录。这关于赤华珠的所有事情，都是由空字堂亲手管理的。我就不相信啊，这件事能是荣素的疏漏？我阿姐行事一向谨慎小心，应该不会有疏漏之事。那就是荣素故意隐瞒了这件事情。阿姐虽然有野心，但是爹爹吩咐的事情，她从来不敢马虎。她为何要这么做呀？这赤华珠所有的事情啊，包括发放，都是由荣素亲自管理的。他要想来点什么手脚啊，荣剑锋肯定就不可能察觉得到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龙吟城除了爹爹之外，就他权力最大，他还想要争什么呀？那这可能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。哎，你知道荣素他们现在在哪吗？这件事太不简单了，我想办法联系一下陆一舟啊。堂主，事已办妥。梅家大少收到密函，可有动身前来？他收到密函后，已连夜赶往此处。属下不懂，这么多年，梅家败落，梅家大少爷一直碌碌无为，躲在家中以梅阵自保，何故一看到堂主的密信，便匆匆前来？多年前，以梅家的势力，当属江南4大家族之首。当时的梅家2当家，可比当时的梅掌门名声更盛。照理来说，功高震主者定不容久留。你可知为何他偏偏受到梅家掌门的重用？其实当时梅家掌门已深知梅家艺术衰败，若不寻找新的突破点，梅家定难以在江湖中立足。梅家掌门苦练剑法，
遍寻天下名剑，而那二当家便极善铸剑，深得梅掌门赏识，一路提携并委以重任。只是谁也没想到，此人竟联合外人背叛了梅家。那二当家理应知恩图报，为何选择背叛？羽翼日渐丰满，若能当家做主，谁甘愿屈于人下？那之后呢？他去了何处？江南四大家族，梅家没落后，谁起了？唐门，竟是唐门联合二当家击垮的梅家。梅家没落，自然有其自身的原因，可二当家的背叛才是给他们的致命一击。而那二当家从此改头换面，这几年他在江湖上的势力不小，想必这其中也少不了唐门的暗中助力。此人极善铸剑，难道是？校长们见谅，在下不知校长们刚才出现，险些伤了校长们，实在抱歉。无妨无妨，道歉无厌。可能是老夫突然出现，让少侠分了心，不必介意。只是，此刀的重量与样式，与少侠之前所配之刀分毫不差，怎么会？与此刀无关，是在下有伤在身，刚刚没拿捏好力度，险些伤了校长们，让您费心了。少侠年少有为，待日后身体康复之时，定能与此刀合二为一。只是为铸成此刀，恐怕这铁不好找吧？此乃上等玄铁所造，凭少侠的武功，应当配此宝刀。老夫啊，岂敢滥竽充数？当初我师父送我此刀时，我便知道是把好刀。实在难以置信，您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铸成此刀，实属不易。若论当今手艺的话，没人能跟您匹敌。小事一桩，不值一提。铸刀本无差异，重在材料的选择。少侠的刀本就锋利无比，老夫只是效仿，不敢邀功啊。校长们谦虚了，校长们能在江湖中迅速崛起，想必是校长们广结人缘、为人和善得来的。陆某实在佩服。只是敢问校长们师出何门？少侠谬赞了，老夫云游四海，这武功都是随便学的，不值一提。哦，对了，荣堂主有伤在身，这回城之路走走停停，老夫是怕误了取药的时间，不知今晚能否赶到龙吟城。校长们放心，这离龙吟城不远。定能在今晚前赶到。此处已离龙吟城不远，今日便是城主发放解药之日。我们答应了要以赤华珠解药与小雪盟交换消息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原本解药是由空子堂全权负责，可今年城主对墨幻有所顾忌，由他亲自发药，恐怕回到城中难以得手。所以，我才要亲自护送校长。此番绝不能让他回到城中，只有将他困于城外，解药才能被送出城来。这是我们唯一下手的机会。可惜堂主费尽心思拉拢校长们，壮大自己的势力，这么快就要牺牲掉这步棋。我做这么多，就是为了需要的时候有人替我们牺牲。校长们意思，城主定会彻查。此时要做到滴水不漏，我们要找一个替罪羊。杀人凶手已经在路上。若校长们真是当年的梅家二当家，那堂主发密信给梅家大少，是要引他出手。当年梅英曾带着他爹来龙吟城求取赤华珠，却遭受折辱，故在他出行前，我不便表露自己的身份。
当年唐门协助二当家除去梅家掌门，双方交战，2人都受了重伤，也同时来了龙吟城。只是城主见梅家大势已去，便将赤华珠交给了唐门。前些日子唐掌门被杀，赤华珠被夺，我便已怀疑上了梅家。之所以没有拆穿，就是为了留着这步棋。没有想到，今日倒是派上用场。如果这么算，咱们今晚必须动手。那陆一舟，我们如何处置？由我来困住他。你立刻派人催促龙吟城送药，要紧盯着送出解药纸，不得有误。哎，这少一位吧？啊，准备了，你看这儿。哦，好。这些就是赤华珠的解药啊。没错，城主连夜赶制解药，已疲惫不堪。先由白堂主一一将解药送入各大门派掌门房中。林静，你在旁护卫，不可有任何闪失。这人都在龙吟城了，在城主眼皮底下，能出什么事儿？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大意。只是说来奇怪，荣素护送萧掌门回城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可有派人去打探过吗？之前玄烨有回过消息，称萧掌门主动更改路线，再加上荣素身上有伤，所以他们的行动更为隐秘。我们还是多加小心为好。哎呀，没什么好担心的。荣素那个丫头，诡计多端，啊，要是不把人安全送回来，这账都得算她头上。她刚立了新功，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这邀功的机会啊？所以说，不必自扰。哎，嘿嘿，哎，林静，哎，来，跟我走。哇，这次荣靖峰果然警惕了不少啊！这弟子们都肃穆了很多嘛。哎，徒弟，有件事情啊，我一直都没搞明白。说，你说这个解药啊，只需要采花就可以了，留着叶子都没有用。那城主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叶子也给采集下来呢？你给我过来！你给我！哎呀，去！啊！我去！你们俩休息。你个臭小子，你是不是偷看城主炼药了？啊！这可是龙吟城的机密之事，没几个人知道。你从哪儿知道的啊？哎呀，什么从哪儿知道的？我自己猜的。猜的？哎呀！你个臭小子，你居然套我的话！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这还什么都没说呢？你不对！你个臭小子这么狡猾，肯定是哪儿露馅了，才被你看出来的。我马上就去找城主沟通。哼，这防范措施啊，有待提高。哎，这么说来的话，我猜对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太佩服我自己了，我就猜了1次我就猜对了。猜对了又怎么样呢？啊，就算你知道是花瓣做的，但你不知道方法也是枉然。行，谅你也不知道什么其他的东西啊？难道你还能知道这个解药它怎么服用啊？我当然知道了。哼，
首先，这解药它不能口服。过一会儿呢，我会用银针封住他的心脉，然后你趁此机会用小刀将其中指划破，由中指伤口处将药灌入，并由内功催化，回流入心。十指连心呐，此法可直达心脉。哼哼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